2008年，中国房地产发生了一件很多人至今都没彻底搞清楚的事：房价确实下跌过，而且是实实在在全面性的下跌。但真正没人讲清楚的是，为什么这次下跌反而成了下一轮历史级上涨的起点？2008年到底改变了什么？为什么下跌反弹会转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反转？这期视频我想把一个核心事实讲清楚。2008年的救市方式并不仅是托底楼市，而是彻底重塑了中国的金融结构。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不再只是一个市场行业，而是被纳入财政、金融、投资的运行体系，成为经济结构中的关键枢纽。稳增长、稳财政、稳金融，都是从这条链开始运转。要理解2009年之后房价为什么会猛涨，我们必须先回到2008年之前，看看房地产为什么开始走弱。第一，供给端，土地财政逼近上限。从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7年为止，土地出让收入几乎年年高速增长，地方财政越来越依赖卖地，而地价上涨推高开发成本，最终让3、4线城市开始承压。土地财政的吸取能力逼近阶段性上限，土地产能进入紧绷状态。第二，需求端，住房制度改革红利进入尾声，福利分房、商品房带来的那一轮巨大红利，到2005年已经基本释放完毕。2006和2007年城镇化率确实回升，但多个研究指出，这2年的城镇化率跳升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市建成区扩张、行政区化调整、乡镇改街道等统计口径变化。也就是说，城镇化率提高并不等于真实住房需求提高，并不等于有大量新增的有购房能力的家庭进入城市，需求红利开始自然减弱。第三，金融端，融资链条不完整。2008年之前，银行几乎是房地产唯一融资渠道，开发商杠杆不高，地方政府融资能力有限，信托、理财、票据等影子银行体系尚未形成，因此一旦遇到外部冲击，比如全球金融危机，房地产就容易出现明显下跌。总结起来就是2008年之前，中国房地产的3大支撑，土地红利、需求红利、金融红利都走到了拐点。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房地产下跌会来得如此迅速全面。关键来了，中国是如何在2008年之后把一场房地产下跌反转成下一轮超级上涨的？答案只有一句：中国救的不仅是房地产，而是整个经济系统，而房地产被选择为最重要的传导抓手。接下来我们用3层机制把这套逻辑讲清楚。机制1，货币政策史诗级信贷扩张。很多人不知道，2008到2009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约是上一年的2倍。这是中国第一次用如此强烈的信贷扩张来对冲外部危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急剧收缩，出口增速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出现断崖式下降，
最快最有效的刺激方式就是放松信用。于是政策导向非常明确，必须稳定投资，也必须稳定房地产与基建，房贷利率下调，首付比率降低，信贷政策全面宽松，银行对开发商的融资态度也明显转向积极。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通过扩大信贷来托底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依赖行政手段，如限价、限购、土地调节等。它的意义在于，房地产第一次成为信贷扩张的主要通道。从这一刻起，房价不再只是供需问题，而是信贷强度的问题。这是理解2009到2013年房价超级反弹的真正密码。机制2：财政政策，4万亿刺激加城投体系成型。第二层机制是房地产制度最关键的转折。2008年，中央宣布4万亿刺激计划，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真正承担大部分投资任务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因为在4万亿投资中，中央投资1.18万亿，地方投资2.82万亿，地方投资占比大。问题是地方政府也缺钱，因此从2009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城投平台，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迅速扩张。城投的逻辑非常简单，以土地未来的收益作为担保基础，向银行贷款，进行城市建设。对银行来说，核心担保不是土地使用权，而是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以及项目未来产生的财政回款和土地收益权。这使得城投贷款被认为是风险低、收益稳定的信贷产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第一次真正建立起土地、城投平台、银行的完整城市融资链条。从此以后，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土地融资，持续推动城市投资扩张，房地产与财政、金融深度绑定。这就是2009年房价反弹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机制3：房地产金融化反弹真正动力。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轮驱动，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之后发生了质变，开始真正金融化。第一，银行端，对银行来说，按揭贷款不良率极低，抵押物价值稳定，房地产是最优质、最容易扩张的资产，银行天然偏好增加房地产相关贷款。随着信贷扩张加速，银行资产结构越来越依赖房地产。第二，开发商端，2009年后，影子银行体系迅速扩张，信托、理财、票据、证券化产品大量涌向房地产，开发商杠杆被打开，拿地能力提升，对未来销售更加激进。第三，地方政府端，城投平台的扩张使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依赖大幅提升。为了维持融资能力，必须维持土地成交节奏和价格预期，土地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三方叠加的结果，房地产从产业属性升级为承载货币扩张与财政融资的系统性蓄水池。换句话说，2009年之后的房地产不再只是资产，而是金融体系信用扩张的核心抵押品。这就是支撑2009到2013年房价大反弹的底层机制。机制讲完，我们来看2009到2013年出现了怎样的结果。第一，房价进入最强劲上涨周期，不仅是一线城市，
2线、3线城市也全面上行。背后不是市场自身突然变好，而是信贷扩张、融资结构变化、土地财政强化共同推动。第二，金融结构被彻底重塑，房贷在新增贷款中的比重显著提高，房地产成为银行最优质的抵押资产，影子银行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城投债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第一次真正围绕土地、房产、债务形成核心资产链条。第三，土地财政进入黄金阶段，2009到2013年，土地出让金快速突破2万亿、3万亿、4万亿，随后几年便冲向5万亿以上。土地财政成为城市建设与投资扩张的发动机。总结起来就是2009到2013年房价上涨的核心动力不再来自市场自身，而是来自财政、金融体系结构的制度化演化。市场需求的恢复是上涨的背景，但不足以解释那种全面、同步、持续的涨势。真正推动价格进入强上行通道的是制度性力量。当房地产被纳入财政与金融运作的底层逻辑，价格就由结构决定，而不是仅由需求决定。为什么必须理解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为那一年采取的救市方式，并不仅是托底楼市，而是开启了中国房地产的全新时代。从2008年起，财政体系与房地产深度绑定，金融体系把房地产确认为核心抵押物，城投体系迅速扩张，房价逻辑从市场驱动正式转为制度驱动。因此2008年不仅是救市，更是制度起点。它把房地产写进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奠定了未来10年经济结构演化的关键底座。从那一年起，中国房地产的长期风险与结构性瓶颈也开始悄然成型。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